在古代的典籍中，充斥着大量关于修炼成仙的记载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中国古人要花2000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虚无缥缈的话题？但其实，如果将修炼成仙理解为是一个代字词，或许就能明白成仙的真正含义。那怎样才算是修炼成仙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深挖一下修仙背后的秘密。修仙听起来就是一个玄之又玄的话题，是一个玄学词汇，最早源自于道教，而道教又承袭于道家思想，道家思想的精髓又在《道德经》和庄子的记载里，所以追本溯源，这应该是一个哲学概念，并且最早的修炼方法也是源自于庄子那篇中的记载。在古代，不管是成仙还是成神，几乎都有一个名称不同，但形式却大体相同的方法。就例如老庄思想中的坐忘，古时禅宗里的打坐，又或者是佛家所讲的冥想，他们三个虽然说法不同，但其实都在追求一个相同的境界，也就是精神超越。那什么才算是精神超越呢？就拿坐忘来说，在唐朝时期，有一位叫做司马承祯的修道者，针对这个概念写出了一本叫做《坐忘论》的书籍。此后，坐忘就成为了诸多隐士的修道指南。司马承祯是上清太的第12代宗师，从个人文学方面来说，他还与李白、王维、孟浩然、贺知章等人并称为是仙宗。时有年轻时的司马承祯也曾质疑过什么才算是成仙。后来他通过研究庄子的坐忘理念，终于明白了成仙的真谛。司马承祯活了96岁，当时人们都说他是一位在世真仙。到了玄宗开元元年，武则天听说还有这么一号人物，就邀请司马承祯入宫，向他询问有没有什么治国的道术。司马承祯是这么回答的，他说所有阴阳术数皆为异端，以无为之术为法，才是真正的入世之道。大意就是说，成仙其实没有那么玄幻。从这里来看，这位宗师口中的成仙就是这个精神超越。那为什么成仙是精神超越呢？在庄子的《齐物论》中，有一个中心思想叫做人生如梦。除了庄周梦蝶这个人尽皆知的梦境外，庄子还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，叫做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。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而后知，此其大梦也。而愚者自以为觉，切切然知之。就是说，我们在梦中悲伤和喜悦时，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梦中，因为情绪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就是后来的人生如梦，梦如人生。梦境与现实都是被情绪所掌控。但奇怪的就是，如果在梦中悲伤，醒来发现是一场梦，就会觉得庆幸；但是在现实中悲伤，在梦中却不会觉得庆幸。既然梦与人生带来的感受相同，那为什么不能将人生当作是梦呢？为此，庄子提出了一个能够让梦与现实高度统一的理念，也就是后来的成仙之法坐忘。那我们要忘记，什么才能让现实成为梦呢？庄子说，人与神最大的区别就是执念。人生痛苦的根源是什么？说法有很多，每个人也大不相同，但归根结底就一个字：执。在《齐物论》和《金刚经》中都有大量关于执的说法，可以大体分为我执、他执、众执与物执。这四执也被称为是人生四象。所谓我执，就是执着于自我，执着于自我的观念，执着于自我的说法。因为很多时候都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，而他人却不这么认为，所以就产生了大量痛苦。第二个他执，就是执着于他人的看法，执着于他人对于自己的看法。比如前段时间火的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但在现实中，大多数人都只能遵守别人的规矩，由此也就产生了很多痛苦。另外，这个他执还可以理解为是我喜欢他，他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这么委屈，他为什么不理解我？又或者是他为什么这么看我？等等，就是太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。第三个众执，就是执着于集体，执着于大众的观念。众生的态度就是大家都这么做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是不是不太合群？或者可以理解为是人脉和人际关系。最后一个物质，就是将一件物品看得太过重要，看得过重就会产生纠结，由此也就出现了痛苦。这些执念就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一样，在我们的脑海中落地生根。很多时候
令我们痛苦的并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这个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执念，就好像是有时特别想买一件东西，不买就浑身不舒服，后来忘记着，事后才发现不买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，他爱不爱我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。其实这个过程中所忘记的就是所谓的执念，这些执念可以自然消除吗？就拿种植来说，在《论语》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我们其实不怕穷，就是怕大家不一起穷。我们其实不厌恶资本，而是厌恶自己，不是资本。我们想得到一种绝对的平等，但显然这只存在于想象之中，因为这个世界或者说人性的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制造执念，所以才有了所谓的众生皆苦。这个苦不是吃苦，而是因为人性本身就注定要吃苦，每个人都要吃执念的苦。而庄子理念的核心，或者说坐网坐禅冥想的最终意义，就是要破除这个窝支。比如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静坐下来，放空所有思绪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脑海中突然涌出了大量念头，这些念头没有关联，没有意义，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，但我们依旧会被它们牵着走。想要驱逐一个念头时，结果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念头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当这些念头不再出现，而你又意识清醒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当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想法时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这些频繁涌出念头就是自我，就是我的执念，而背后那个清醒的我，或许才是真正的自己。以上就是古人在打坐时不断追寻的一个境界。总的来说，按照庄子的说法来看，所谓成仙，就是放下心中的执念。当我们能够平淡地看待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时，或许就已经达到了仙的境界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